家好，我是 Judy， 欢迎大家又来到589操盘笔记，让操盘人带你走向财务自由的目标。我们今天是到了专业班，要讲成功上涨 N。那这一集我们会用的实例是股王系例，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最后哦。我想我们在初期班的时候已经介绍过了成功上涨 N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那时候初期班在介绍的时候只有一个 N。那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成功上涨 N 是 N 型扩大，就是说一个 N，它本身已经是成功上涨 N 了，它回档的时候如果又守住1/2的话，那后面的那个侧幅 N 怎么走呢？这跟平常的正常 N 型不一样，所以这集特别重要。虽然有一点小小的复杂，但是我会跟大家讲观念。如果你还不懂的话，你可以在视频结束的时候去我们的部落格看，那边有详细的公式，大家一定要学会哦。OK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。然后这个是成功上涨 N 的攻击连续图形。我们首先看一下，就是说我的原点这个地方在 A， 然后它涨到 B 这个部分，那所以它的基本波就是 B 减 A， 算出它这个差值。然后接下去就是它回档部分，它回档部分成功上涨 N 的要求是非常的严，就是说它不能是这个 A、B 段的回档。必须守住1/2，守住了1/2的话，就代表就是说它在往上攻的潜力就相对比较大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CD 段，我们有没有发现，在 CD 段以后，根据它的理论来讲的话，第一个 CD 段这个地方的长度一定要大于 AB 段，这样子才可以成为成功上涨 N。那至于双杠一的公式怎么算，我已经在初级班教过大家了。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，再去初级班这个地方看一看，那你就知道双杠一是怎么形成的。如果你要我现在很快速的讲的话，那我就只能跟你讲说，双杠一它的算法就是说 x 基本波，然后回档这边1/2，那这个地方因为会有一个斜率上去，所以当它通过这个地方，它会有一个斜率，那这个斜率我们就把它叫做 y。所以说双杠一的算法，它其实就是1/2，然后加上 x， 然后再加上 y。也就是说，确保它的斜率是在45度上。那这样讲，大家可能清楚观念。那真正的计算部分，你就去部落格看初级班那个地方，其实就介绍的很详细了。那至于就是说，中间讲到的那些理论的部分，然后大家有兴趣的时候再去看它。实物的部分大概就是这样子。那接下去就是一个重点咯，这是一个成功上涨 N 已经确立了，因为它在 CD 段攻击的时候过了双杠一。好。接下去的重点一定是它回档的时候要守1/2嘛，我想大家都知道。那在成功上涨 N 的过程之中，它回档的部分，它很容易呈现一个所谓的关键位置的正 N 型。什么叫关键位置的正 N 型呢？也就是说，我这边是 A 波，我这边是 B 波，可是它 B 波会去过我们原先的高点，正常人都会认为说反弹 B 波不过高再走一个 C 嘛，但是它不是。然后这边是 A、B、C， 就是因为这个正 N 型有一点复杂，所以很多人就把这个 A、B、C 这个地方当成攻击波，所以再继续算下去的时候它就乱了。所以这个地方如果大家了解清楚的话，就可以记得就是说在成功上涨 N 的部分，它很容易在修正波的时候出现一个关键位置正 N 型，也就是它明明在回档，可是它的股价还在涨。讲简单一点就是这样子。好，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，那我前面已经走了一个所谓的起涨 N 型是一个 N 嘛，那我这边不一样的就是说，因为它是成功上涨 N， 所以它涨的力道还有时间会比别人多，也就是说它后面这个 N 呢，它的原则上它的时间跟幅度都会比正常人来的多，所以它有特别强调，当前面是成功 N 回档又守过1/2的时候，它的3高跟4高这个地方要分别去做一个 N 型。所以说，如果大家就是说都不懂这些东西的时候，你去数这只股票的时候，你就会说哦，1、2、3、4、5，你就会一直数哦，6、7、8这样子数到最后，你就数的头昏脑胀。好，我们再看下一页就知道。好 ，OK， 然后接下去。它3高不是用一个 N 型表达嘛？它的4高也要用一个 N 型表达，然后它这边的修正波就是正常的修正。如果你没有学过龙行8步的话，你再算你就会这样算：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然后你还在等8，没有8怎么就没了？对不对？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，实际上来讲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说跟波浪理论，它就攻3段这边比如说1段、
2段、3段，你用这样想的话，就觉得会比较简单了。好，接下去我们来看一下哈，这个已经是一个成功上涨 N 型，这边是起涨 N， 这边是侧幅 N， 那侧幅 N。这个地方要特别讲，侧幅 N 是这样子画的，所以大家不要被它中间的那个就是波折影响到。那你这样算的话，你就不容易算错。好，所以这个起涨 N 加侧幅 N 就是初始上涨 N 型。好 ，OK， 接下去我们再继续看，当我过了就是说整个图形是一个成功上涨 N 的时候，如果这时候我回档又守过了1/2，那代表什么呢？我后面是不是要再来一个成功上涨 N 的攻击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成功上涨 N 的攻击是不是这个地方又会是跟这个前面一样，又会分很多细波去攻击呢？好，大家先知道这个初步的，等一下用实例讲就会比较清楚了。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就会有几种情形，就是说我攻了一个成功上涨 N 以后，我回档守住了1/2，那我的 N 型就扩大了。可是如果是假设2，我回档跌破了1/2，那我的 N 型就会从成功上涨 N 转成正常上涨 N。我想这个之前我们已经教过了说，成功上涨 N 可以转成正常 N， 正常 N 也可以转成成功上涨 N。它的差别在于说，当成功 N 转成正常 N 的时候，代表它速度变缓了，所以在攻击的力道它就会比较缓。所以我们在选股的部分，我们当然是选守住1/2往上攻的嘛，对不对？你也可以选它，它也是会涨。可是你要想想看，它涨完，等于说你干脆就在这个地方卖掉就好了。这段时间你都白白浪费时间啦，对不对？所以选股就要选成功上涨 N 的标的。OK， 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下第3种情形呢，就是它走完成功上涨 N， 可是它又跌到快原点，这就是我们之前曾经介绍的，不晓得大家还记不记得？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 N 上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去就是一个 N 下，对不对？所以只是我今天教的课程比原先教的课程再稍微复杂一点而已。好，你说你讲那么多，你到底要我们干什么呢？当然就是要告诉大家如何投资成功上涨 N 的标的。好，这是股王系列，我把它做出来。它在2020年的3月的时候，跟大家一起从低档往上涨，一直涨到2021的1月的时候去做一个回档。那大家可以用我旁边所附的数字可以去看得出来，就是说它本身这一段是一个成功上涨 N， 然后大家注意到了没有？它的回档的时候守住了1/2，所以这时候后面的股价还没有走出来的时候，我就要去规划。那这个地方规划，一般人如果没有察觉这边是成功上涨 N 的话，他这边只会规划一个 N， 规划一个 N 卖掉以后，他就认为说结束了以后，这边再起来了以后，他就会以为后面又要再接一个 N， 可是实际上到这边已经结束了。这样子，我想这样讲大家就知道说，如果是成功上涨 N 的话，它其实是会走1、2、3、4，但是波形会比较复杂一点。你看我画给大家看，是不是它在攻第一个 N 的时候，股价都是非常干脆的，对不对？可是当它回档守住1/2的时候，攻对不起，它回档守住1/2的时候，接下来它的 N 型必须用这样子表达 ，OK， 这样是3高，这样子 OK， 那这样子是不是所谓的4高？大家看懂了吗？这样子，如果你会做成功上涨 N 的话，那你就会在2021年11月的时候顺利把那个细粒出脱掉。那如果你没有这样画的话，你可能会我举例，就是说你就用一般的画法的时候，你可能说这边回档，然后接下去你可能就画到这边，这边好像回去了，到这边你就以为结束了，你就以为这个 N 型结束了，然后又回档。那当它再冲出去这一段话，你会以为是新的一波开始，没想到一冲出去，股价就下来了。所以懂得成功上涨 N 的话，它有什么好处？你说这么复杂，我不想学了。你不想学吗？你知道这2年之间用2到3年时间，它一共涨了多少吗？大家仔细看看，608天，然后20点3个月，它的报酬率是非常惊人。大家可以自己用这个数字算一算，就是说它最低的价钱这个地方是用661.5这个地方，然后它最高的价钱这个地方，大家去看一下哈，
5000多块，然后大家去算一算，你就知道它的报酬率有多高了。所以学会成功上涨 N， 就是让你抓到标股最好的机会。那我们要做股票，就是要做这种报酬率相对比较高的股票。如果你没学过成功上涨 N， 因为它的报酬率很高，在每一段修正拉回的时候，你就会觉得说结束了，然后就会太早出脱掉持股。但你有发现说，在中间的过程中，它虽然回档都守住1/2，可是等它真正要下跌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就会下跌幅度就会扩大。那这时候投资人又要问我啦，我就想知道后面怎么走。OK， 照我之前教你们的方法，反弹应该怎么样？那反弹大家都知道要超过1/2嘛，如果不到1/2，接下去会怎么样？我相信投资人都会知道。我今天教给你们的是一个方法，而不是答案，所以希望投资人自己去寻求你的答案。OK， 那今天很高兴哈，跟大家介绍细粒用成功上涨 N 这个标的，让大家知道所谓的标股它的威力，然后它的获利报酬率是非常惊人。那你听完了以后，如果有兴趣的话，欢迎你到部落格。那详细的公式还有计算的部分，在初级班跟中级班这个地方，我都有用实例列清楚。那希望投资人能够运用到你的投资标的里。OK， 那今天节目就到此结束了。谢谢您的观看。到最后节目结束的尾声，要提醒你不要忘了按赞、分享、订阅，并开启你的小铃铛。谢谢，拜拜。